现在 Maxim 比我的运动热情还要高涨，每天都想出来转转。我其实是连续2个周末都跑了半程马拉松，第一次是训练，第二次跑步。这会儿身上的肌肉还是挺酸疼的，与其在家里边歇着休养，不如出来稍微的活动活动，这样的话恢复速度会更快一些。现在的天气实在是太冷了，戴好手套，准备开始跑了。Maxim， 我们要走了，出发。其实手表给我的速度建议还是挺慢的，毕竟是恢复训练嘛。但是要想保持住这个速度也没有那么容易的，有时候跑快了难，要是能持续的跑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现在的速度差不多 ，Maxim 跑的也还可以，也是能够匀速的跟我一起的。冬天了，太阳落山还是太早了，这边有树林，已经是没有阳光了。之前有朋友说带着狗跑步对狗的关节什么的可能不太好，我其实觉得应该还好吧，毕竟这种慢跑不会特别有影响的。刚才手表已经跟我说我现在跑的是有点太慢了，今天确实是呼吸有点不太顺畅，可能是牵着 Maxim 的缘故，也可能是最近跑的太多了没恢复过来。刚才说到狗跑步，我还特意的查了一下，像这种 German Shepherd 德牧，不管是纯种的还是串种的，这跑步能力还算是比较强的，也属于那种跑步里边适合长跑耐力跑的这种犬种。所以带着它跑一个5公里10公里啊，尤其是这种恢复性的慢速跑，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我觉得不光不会磨损它的关节，反而对它的骨骼呀、肌肉、身形有好处，和人是类似的。其实看看 Maxim 跟我运动跑步以来，这身形还是比以前苗条矫健多了。今天天气冷，公园里的人并不是很多，跑了一会儿才看见2、3个人。像 Maxim 这种大型犬，我把它带出来跑步，要是遇到不养狗或者是只养小狗的人，好多人还是有点怕它的。但其实像这种狗呢，它还是挺亲人的，对其他的狗也是挺友善的。它的问题就是每次出来见到人或者是见到狗，它总想过去闻闻看一看，然后别人都害怕它。带着它跑是不容易控制速度，跑着跑着就快了。手表建议我跑34分钟，如果按照这速度的话，也就是跑3.5英里左右。我大概看看跑2圈吧。Maxim 刚才又停下来了，带着他跑这种匀速的，确实是比自己一个人跑还是要难。他又加速了，还是得让他也能慢慢适应我这种跑步的节奏。今天是换了一双厚底的跑鞋，跑起来还是有点沉的，那种底稍微薄一点的呢，跑的速度就会快些。不过这种好处是减震比较好，膝盖更容易得到保护。我们人不像这种大狗有特别厚的脚垫，跑一跑也没事儿，弹力特别好。人的脚掌如果没有鞋的保护，还是比较容易受损。其实更主要的是膝盖容易受损。我以前是体重特别大，有200磅，高的时候有210磅。当时跑步也不是特别注意，没用专门的跑鞋，跑下来之后，哪怕是10公里，膝盖都会疼。跑一次半马，基本上膝盖得歇2周才能歇过来。后来发现还是要减重，而且跑步的方式要调整。最主要的呢，后来发现体重下来了，再换上一双好一点的跑鞋，这膝盖连续2周跑2个半马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呢，还是得认真严肃的对待，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，科学循序渐进的进行。Maxim 又往草丛边跑了，这带着狗跑也是，我尽量就是5公里、10公里的时候多带它出来跑跑，还有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多带它跑一跑。如果要是跑半马的话，那就尽量不带着它了。半马是稍微有点长，对于狗来说，我觉得半马的一半吧。
这种冬天呀，操场都没有人，旁边的小孩玩的地方也是一个人都没有。我是长跑的时候，第1个英里通常都要稍微的慢点，不然的话跑着难受。后边到第2英里就可以稍稍把速度提上来。跑过2英里之后，一般来说身体就进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，跑着也比较轻松一些。这 Maxim 又瞪着我使劲跑，带着他确实累，真的比自己要累多了。过马路过人行道了，这公园里边还是有一条车走的路的。第1圈我不给 Maxim 补给了，通常天气热的时候跑得快一点，第1圈给他水他都是不喝，所以白浪费时间。今天就直接跑了，第2圈跑完我们俩在一块喝水。看 Maxim 现在这跑步的动作特别可爱哦，路，我天，这些路都惊呆了。哇，吓跑了。那边还有路，不知道这些路会怎么样。这公园里边的路胆子还是挺大的，一般来说不是特别害怕人。你看对狗来说也没什么。我们走吧，别打扰这些路了啊。走，阿金。这个路居然还朝我们靠近，胆子可真大呀。差不多有1圈了，还是挺轻松的。再跑1圈就结束回家。再跑一会儿看看第2圈的。哎呀，这个 Maxim 又挡我。这 Maxim 对刚才的路还是恋恋不舍，不肯跑了。走了 Maxim， 看看下1圈的时候那些路还在不在这儿吧。Maxim 还是比我的身体好，我感觉他这种速度一点都不喘。我还是得再练。刚刚跑第1圈的时候也没太注意心率，估计是心率挺高的。当时跑半马的时候，我也是发现我跑这半马呢，这次成绩还可以，但是已经属于是尽了全力了。平均心率有160，太高了，得降到150以下。在那个比赛里头，大概我是处于中等水平吧，跑在中间，不算快，也不算慢的，不是垫底的。我觉得再稍微的练一练，练上几个月，成绩应该是能提高1截的。我现在一共是跑了4次的半程马拉松了，有3次是参加比赛，第1次是2014年，后边3次都是最近这2、3年的事儿了。其中还有1次是在公园里边自己跑着训练。其实大多数时候我来公园都是跑个10公里左右，或者是12公里。很少能跑到半马那么久。我的一个目标就是明年在跑半马的时候，能够把心率降下来，平均在150左右吧，这样跑着轻松一点。另外就是跑完半马全程，争取能轻松的控制在1小时55分钟。我上周末的成绩是2小时3分还是4分，这看起来是把目标提高8、9分钟，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。我记得上周末的时候跑，想超过前面的2、3个人，真是一个费劲儿啊！尤其是到最后的时候，我感觉后边我超过的人都是年岁比较大的，到最后2英里，可能确实没劲儿了，跑不动了。我是体能还可以，但是训练太少了。看别人跑步都是闲庭信步，挺轻松的，一看就是经常跑、经常练。很多50多岁、60多岁跑的都比我轻松自如多了。还有参加那种10公里比赛的时候，好多时候都有70几岁的人。当然他们跑不了那么快，但是能跑下来，能保持一定的速度，也还是相当不错了。我在想，我到70多岁的时候能不能做到那种程度？99%的人可能都很难吧。所以这些年老了还能够继续跑步还跑得不错的人，每次看到他们都还是给我挺多的鼓励和激励的。Maxim 又看到什么了？站起来了。Maxim 快走了，手表又提示咱们速度过慢了。
好，现在速度正合适。这真是不同的跑鞋跑起来脚感差别确实挺大的。虽然现在跑的还不算太快，但是对装备已经是稍微有点挑剔了。毕竟这膝盖是自己的呀，还是要尽量做到不伤膝盖。今天也是第一次尝试跑步的时候拿着运动相机拍照，回去看一看，看看是不是呼哧带喘的，声音特别不好。而且今天也确实是有风，路上都是着急回家的车。哎呀，这个 Maxim 又不走了 ，Maxim 走反了。他走走停停，这种间歇跑还是挺伤我的体力的。停下了一会儿，再跑就又没那么多的劲儿了。他又停了，走了 ，Maxim 别停了，一直给我报速度太慢。Maxim 都怪你，快一点了啊！我们太慢了，太慢了。大概再跑8分32秒，这次的训练就可以结束了。今天这跑的确实觉得状态不好，感觉心肺没有调节好，我就回去查查，心率肯定是挺高的。另外我发现拿这种运动相机拍跑步，这相机放在哪儿确实是一个大问题，戴在头上，挂在脖子上，还有用胸带背在胸前，我感觉都挺晃的。这3种方式里边，背在胸前是最稳的，但是后边累了之后，身体发生摇晃，没那么稳了，镜头还是挺晃的。也许将来再多练练，跑步轻松起来，上身不怎么晃了之后，可以再把胸带穿上，然后挂在胸前。这样，我现在是纯粹用手拿着，虽然运动相机这种稳定性、增稳功能都是挺好的，还是要保持手的稳定，拍出效果才会好一点。拿在手里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随时调整方向，一会儿拍拍我，一会儿拍拍 Maxim， 这样捕捉镜头的能力会好很多。挂在胸前就固定死了，各有利弊吧。还可以这样伸出来拍一拍风景、远景。今天的风看旗子就能看出来，我现在的心率还有呼吸状态好像是达到一个好一点的平衡状态了。再看看 Maxim， 完全一点压力没有，开始的时候什么样，现在还是什么样。其实对这种大狗来说，对它的挑战，我觉得不是速度，也不是这种普通的距离。你像10英里以内，我觉得都不会是什么大问题。最大的影响感觉还在于天气。我觉得它天气热的时候，真的是跑不了多久就要喝水。那会儿天气热的时候，带着 Maxim 出来，感觉它就没有现在天气这么冷，有这么好的状态。又到人行道这儿了，看来还得再跑一会儿。看 Maxim 他的记忆力是挺好的，我觉得他还记得刚才那些路呢，一到这儿就开始兴奋起来，跑步速度明显变快了。应该是想看看路还在不在那边，好像很遗憾呀，路已经走了。哎呀，他拉着我 ，Maxim slow， 还有一只鹿 ，Maxim 太兴奋了，拉得我已经跑不动了。哎呀，太累了，他不行，他太兴奋了。这要是比我力气小的，根本就拉不住他。天哪 ！Maxim 你把那几头鹿吓坏了。Maxim 别去了。别去吓那些鹿了。走了 ，Maxim。看那边还是那3头鹿，在那儿就是静悄悄的看着我们。他估计觉得 Maxim 对他也没什么伤害，也过不去。而且对于狗，他们应该是见怪不怪了，经常看见，人都不怕呢，何况是狗啊！还有最后的50秒了，加速跑到前面，然后再跑回去，就结束今天的训练了。Maxim 加快速度，我们跑起来。行了，今天的训练已经结束了。回去之后可以把运动手表里边运动的数据也导出来，我看看能不能叠加到这视频里边。
这样的话就能看清楚自己跑步的路线呀、配速啊、心率什么的了。被 Maxim 搞得走走停停，然后又急速拉扯，这会儿心率又给我拉到160左右了。停下来才慢慢降下去。最后还是回到长跑的话题，我觉得不管是人还是狗，只要是科学的训练，循序渐进，这种长跑不光是对身体没有坏处，反而是有很大的好处的。当然，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啊，或者是体重特别大，那还是谨慎吧。要从慢开始，慢慢的训练。我是尽我最大的努力把训练坚持下去，现在能跑半马，争取1年后能够跑一次真正的全马比赛。我已经报名了明年10月份的全马了，这样的话能敦促自己好好的训练，争取能跑下来人生第1次的全程马拉松。这路灯已经打开了，看看 Maxim 现在的状态，完全是没有问题啊，比我们的身体好多了。哎 ，Maxim， 这会儿是不是渴了？咱们喝点水就回家了啊。